景行，为师的时间不多了。师父，您不会有事的，我再去给您采药。别去了，听我说。你可知我们万法祖庭为何世代守护此地？为了守护道门传承，是为了守护着天下苍生。100年前，万鬼降世，华夏大地生灵涂炭，恶殍遍野。100年前，当时是我龙虎山祖天师率领天下道门备剑下山，与万鬼血战。那一战，山河崩裂，无数同门以身殉道。冲啊！把人间变成灭地！人间浩劫，我辈当先，是与人间共存亡。列阵！人间保住了，后世当享安宁。祖师爷他们，最后，祖天师以神魂血肉化为阵眼，将万鬼尽数封印于万法祖庭之下。但封印并非万全，100年来，需我万法祖庭历代弟子以道法精血加固，方能保人间100年太平。代价是，我万法祖坛一脉无人能得长生，代代寿命极短，到我这一代，只剩下你我2人。如今我也要去了，师父。好在100年大限将至，只剩最后几月，封印之力便可彻底磨灭万鬼。景行，你虽不会道法，但身负天师血脉，最后你一定要寸步不离，守好万法祖庭，为这天下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安宁。师父，师父！守印者死了，封印衰弱了，不能再等了！再等下去，我们都要被万法祖灵震死。如今正是封印周期律动最弱之时，加上守印者更替的空窗期，冲破它，重离人世，吞噬血肉。哈哈哈哈！封印的力量果然变弱了，冲破封印，再临人间。100年之期，只剩最后3月，万鬼即将飞灰烟灭，人间将再无此患。师父，您可安心了？外门什么声音？本台消息，长宁集团已成功拿下了龙虎山的开发权，并已取得当地村民同意，即将开始动工。现在让我们来采访一下长宁集团的董事长钱长根先生，听听他怎么说。大家好，我是钱长根。100年来，道家没落，万法祖庭也早已废弃。为了让这个贫困的地方得到应有的发展，更好的服务大家，我们公司决定先拆了万法祖庭这块地，后面将会在这里建造大型风景区，届时全民免费游玩半年。你们说要拆哪里？格局，这才是真正的格局，不愧是我市知名企业。太好了，万法祖庭终于要拆了，这可是风水宝地，被这破道观占据这么久，早就该拆了。
钱老板真是妥妥的大善人啊！好了，现在我宣布万法祖庭拆迁正式开始。安静！大耳朵去听一下，上面什么声音？是。哇，上面好像有人要拆万法祖庭！放屁！你那耳朵又幻听！万法祖庭以自身血肉封禁万鬼，功德无量，外面那些蝼蚁上香都来不及，怎么可能来拆万法祖庭？大王，真的？他们说要拆掉万法祖庭，开发成什么景区？景区？景区是什么东西？好像是，到时候会有很多人在我们上面走来走去。我知道，这叫蹦迪。拆了万法祖庭，在上面蹦迪，窃天而去。我们公司决定拆迁后，将会在这里建造大型风景区，届时全民免费游玩半年。可恶，那些蝼蚁竟然想把万法祖庭给拆了，在我们头顶上蹦迪。那些蝼蚁是在帮我们打破这最后的牢笼。如此，我们冲出后要不要杀他们呢？还是杀他们全家？这女人也太狠了。当然是全都杀了！给我拆！住手！谁同意你们拆这儿了？懂了，上面马上拆了。停了，为何停下？蝼蚁在搞什么？又是那该死的臭道士，100年前坏我大事，如今连这些凡人蝼蚁拆家都要拦，可恶，可恶啊！哟呵，哪儿来的小道士，演古装戏呢？这里是万法祖庭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动祖师殿？这位小兄弟，有话好好说。我们长宁集团是正规企业。我们公司现在已经把万法祖庭这块地买下，投入建设。这是土地转让合同，最后一页有村集体代表签字，土地性质、转让程序完全合法。村长，这真的是你签的吗？师傅下葬那天，你说万法祖庭的事就是我们村的事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年轻人，看清楚，白纸黑字，红手印。今天这店拆定了，你让开，我们文明施工。要是你不让，那这些工人兄弟脾气急，万一磕着碰着你，或者不小心碰坏你身上什么部件，可就不好看了。谁敢动，我就和谁玩命！兄弟，我们都是粗人，老板给钱我们就干，你要是阻拦我们赚钱，我们就干你！有钱赚，有命花吗？你们，给你们多少钱，
竟然敢拆万法祖庭！道寿100年，官役1000年，何人敢拆？子孙断脉！你们为了赚这么点钱，就不怕断后绝户？还有这种说法？老板，这断后绝户的事情，我们可不敢做。废物！小兄弟，时代在变，这山这地属于全村人，现在他们选择了更好的生活，你应该为他们高兴，何必固执？更好的生活，拆了万法祖庭，毁了我道家100年根基，就能得到更好的生活。大家看到了，这位小兄弟情绪激动，但法治社会一切要讲证据、讲程序。问你有产权证明吗？或者你有什么身份能代表万法祖庭？我是万法祖庭新任天师。天师？毛都没长齐吧？你们信他是天师，还是信我是秦始皇？我靠，真敢说！哪有这么年轻的天师？也不知道花钱请个老一点的演员来。剧本太假了。下一个，我师父老天师3日前驾鹤而去，按万法祖庭传承，我即新任天师。这不需要什么证件证明，祖师殿里的牌位、香火，还有我在这里20年的每一天都是证明。这些物件都可以伪造，空口无凭啊。对了，你说你在这里生活多年，山下村民应该认识你吧？乡亲们，你们认识这位小天师吗？不认识，不认识。你们说什么？王伯，您去年摔伤了腿，是我采药给您敷的，记得吗？陈婶儿，上个月您孙子小宝高烧不退，也是我连夜下山救的。你们现在却说不认识我。我不认识你，你别乱说。你看，大家都不认识你，也许你只是路过，或者记错了。人家村民都不认识他，我就说是骗子。我猜这小子8成是听说万法祖庭要拆迁，故意买了一套道袍，想要讹诈钱老板一笔，真不要脸。师父，您说守护苍生，可他们却不承认我们守护过，这样的守护还有意义吗？村长，您看着我，告诉我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村长，连您也要装不认识我？惊醒，我们认识你，但万法祖庭已经没人了。我师父才走几天，我就不是万法祖庭的人了吗？老天师在的时候，我们敬他，可他现在走了，这万法祖庭还有什么用？在荒山野岭，你守着个空壳子，能当饭吃吗？你还有大好的青春，你没必要死守在这里。是啊，小兄弟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村子要发展，乡亲们要活路，这块地属于村集体，手续合法合规，你自己不想改变，但也不能拦着大家奔好日子啊。你们想要奔好日子，我当然不会阻拦，可你们现在是要拆了我师父守了一辈子的地方。你们所谓的好日子，完全是建造在别人的痛苦之上。10年前大旱，你们忘记是谁跪在殿前求了3天雨；5年前瘟病，是谁拖着病须下山救了一村人？我师父救你们的时候，可曾问过这山是谁的地？你们真的要在我师父的牌位前推平万法祖庭？我们记得，我们都记得老天师的恩，可记得有什么用？我儿子在省城念大学，1年学费18000，我卖血都凑不齐。
老天师是救过我们命，可他救得了我们的穷吗？还有村口王寡妇家的房去年塌了，现在还在窝棚里住，老天师能给他盖新房吗？我前面2个娃，老大7岁，掉进山沟里，找到时人都凉了；老二5岁，发高烧，送去镇上医院，半路车翻了；老三才3岁。我不求其他，只希望他能健康的长大。我有错吗？你们万法祖庭会驱邪，会求雨，会治瘟病，可你们会修路吗？能让娃有学上吗？能让寡妇有房住吗？能让小孩不再是留守儿童，老人不再是空巢老人吗？我对不起老天师，对不起你，可你看看村里这些娃娃，3娃子12岁了，没进过1天学堂，二妞她娘跟人跑了，他爹也瘫在床上3年了。我们这些老骨头死了就死了，可娃娃们呢？他们也要在这穷山沟里烂一辈子吗？景行，你看看这村子，年轻人都走光了，就剩我们这些老弱病残。是，我们是签了字，可你知道钱老板答应我们什么吗？每户分钱，盖新小学，修路，安排工作，这是我们几代人盼都盼不来的机会呀！小兄弟，你听见了？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是活路，是几代人的指望。你难道要为了一座万法祖庭，把大家的指望都给断绝吗？我钱长根在这里承诺，新建的龙虎山风景区，所有本地村民优先入用，工资不低于县城水平。小学、卫生所、养老院，我全资修建。这条路我不仅要修，还要修成柏油路，通到每户家门口。好，太好了，我儿子女儿能回来务工了。3娃，你听见了吗？你可以在村里上学了，你可以健康的长大了。谢谢钱董，你是我们村的大救星啊！谢谢钱董，谢谢钱董。我哭了，真不是村民忘恩负义，是被穷逼疯了。那个妈妈说的2个娃儿，哎，我真哭死，我受不了了。万法祖庭拆了就拆了吧。没错，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。王工，让大家做好准备，等设备预热，人员就位，我们立刻开工。钱老板，这断后绝户的事情，大家不敢干啊！什么断后绝户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相信这个？给你们每个人加500块钱，我今天就要看到这万法祖庭被推倒。好的，多谢钱老板。兄弟们，等会儿准备抄家伙了。又开始了，这些蝼蚁真是善变，但很好，赶紧把这该死的牢笼彻底拆碎。拆迁了，拆迁了！没有我的同意，我看你们谁敢动！你的同意？你凭什么不同意？你忍心看着村民们没有活路吗？你怎么这么自私？他们的活路不是万法祖庭斩断的。1000年前，万法祖庭就在这座山上了。你要真有善心，你就免费给村民们修路、建学校、建医院。我甚至都可以给你在万法祖庭内立长生牌，而不是以牺牲万法祖庭为代价。这不叫善心，而是生意。既然是生意，就别在这里装成一副大善人的模样，
看着让人恶心。穷是能逼死人，娃儿没学上，路走不通，房子会塌，这些苦我都看见了。可这些苦不是万法祖庭造成的，更不是你们恩将仇报、拆掉万法祖庭的借口。什么恩将仇报？老天师帮我们，那是他自愿的，我们又没求他。闭嘴！你怎么说话的？景行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但老天师宅心仁厚，他会理解我们的。毕竟我们也是为了村子好，为了大家能过上好日子。对，老天师在天有灵，肯定也希望我们过上好日子。我们穷了一辈子了，这可是我们唯一的机会，老天师会原谅我们的。宅心仁厚，是啊，我师父是宅心仁厚。在你们跪求时，他拖着病体开坛；在温病横行时，他耗尽最后一口真气化符；在你儿子摔断腿时，他把自己续命的药草分出去。可你们知不知道，他每一次宅心仁厚都要折损阳寿？知不知道他临死前咳出的血里有多少是为你们流的？你们现在却要拆了他守护一辈子的万法祖庭！你们是真的在这里没办法活了吗？赵老四，你女儿在外面务工，每个月都寄钱回来，你儿子为什么还会学费不够？是不是因为你把女儿寄回来的钱都拿去赌了？刘春兰，你的2个孩子为什么死自己心里没数吗？你为了和赵老四鬼混，特意把孩子赶出去，你家老大这样才掉进山沟里。你家老二发高烧，你又是在和赵老四鬼混。大冬天，孩子穿着单衣，发着烧，硬是在门口蹲了1个多小时才被发现，送去医院。结果你却因为翻车，讹了人家2000块钱，非要说是人家害死你家老二，以后轮到老三，你又想换多少钱？天哪！我就说赵老四闺女怎么上个月好端端跳河了？有这样一位好赌的爹，这一家永远别想脱贫。你胡说！你懂什么？你以为我想赌吗？我是想赚更多钱。大家伙都知道，我女儿小云上个月刚走。这是小云17岁的时候，刚出去打工那年拍的。800，他却只留了200，200块在城里能干什么？吃1个月的馒头都不够，而他就这样省吃俭用的为家里寄钱好几年。上个月小云回来时，我见他瘦得脱了形，脸上还都是伤，我着急呀，生怕他是遇见了什么事儿。结果问他怎么了，他只说是不小心摔的。我他妈信了，我居然真信了！我还骂他不小心，说他在城里待久了，是不是娇气了？后来没2天他就跳了河了。他走了以后，我在他枕头底下找到这份人工流产手术记录单，日期是去年2月。那个月他还给我寄了5000块钱，那是他用半条命换来的钱。我总是想着，要是家里条件好一点，他是不是就不会这么辛苦了，所以才鬼迷心窍拿去赌了。结果没想到一晚上全输了。我不是人，我不配。我女儿在城里被人糟蹋，被人逼着打掉孩子，差点死在外面。他给我寄救命钱，我还拿去赌，我活该，我活该浪在这山沟里，我活该被所有人看不起。老四啊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快快快，你们拦着他点儿！老四，你还在演，还要演到什么时候？
你女儿上月为何跳河？你当真不知？她在城里打工，被公袍欺辱，打电话回家哭诉，你反骂她不检点，还逼她回去继续挣钱，供你赌。胡说！我怎会胡说？她跳河前来万法祖庭还愿，留了封信。对不起，我撑不住了，告诉我爸，下辈子我不想再做他女儿。还有，替我跟老天师说声谢谢。去年那碗面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。我3岁修道，他要寻短见，可我却劝不住他。他说他活得太累了，求我让他死。这人间，他不待了。假的，这是假的，是你伪造的，都别信他，他就是想污蔑我。我一直在这里，哪有时间伪造书信？是不是假的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给我瞧瞧。嘿，赵老四，你做贼心虚不成？就是把信撕了算咋回事？你不要干我这事！我心虚，你们看看我这腿，废了之后重活干不了，看大门守仓库，挣那点钱够啥？我跟你们能一样吗？我是干不了，不是不想干。腿瘸了，手也废了，边框看果园哪样不能干？村头刘大爷腰弯成那样，还天天下地呢。那能挣几个钱？累死累活干1个月，不如我闺女在厂里干10天。她年轻，能吃苦，多挣点怎么了？我是她爹，她不该养我吗？所以，让这么小的女儿打工，是理所当然。你自己就能在家心安理得的闲着等钱去赌，我怎么闲了？家里穷成这样，我心里不苦吗？赌2把就是想翻身，让家里过好日子，我错了吗？现在闺女没了，你们全都怪我，连她死了都要拿信戳我心窝，她凭什么呀？我生她养她，我容易吗？她就是个不检点的赔钱货，死就死了，死了还要给我惹麻烦，我怎么就生了这么东西？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？都是你，要不是你多管闲事，谁会知道这些？我女儿死了就死了，是你让她死了都不安生，是你让我没法做人，我打死你个多管闲事的！老四，你疯了！快拦住他！都是你的错，是你害的！你个害人精，不得好死！你们万法祖庭都不得好死！冥顽不灵，无可救药。各位的家事可以稍后再议，但工程进度耽误不起。王工，准备。是，钱董。都听见了吗？各就各位。你们敢？放弃吧，道长，你一个人怎么拦得住呢？终于要强拆了！拆！快些砸碎这最后的牢笼！都闪开！第1下，从这根柱子开始。又来这套，我不信你不躲开！要拆，就先拆了我。我师父守了一辈子，我守了20年。今天，我和这万法祖庭共存亡。拆，快拆！把这个碍事的家伙一起铲了！打！把他一起压碎啊！他妈的，快闪开！我这个刹不住的，会死人的！你疯了吗？又停住了，为什么？那群蝼蚁在犹豫什么？不，压过去啊！怕什么？连他一起压碎！砸！
只差一点，只差最后一点。周，钱董，我不敢继续了，这真要出人命的啊！我干这行10几年，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。你就是个不要命的疯子！要我说，也不能怪人家老四，闺女刚走，就有疯子在这故意戳心窝子，换谁不急眼？戳心窝子，那也得有心。而且，你刘春兰配说这话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还想往我身上泼脏水？你都脏成什么样了，还需要人给你泼脏水？二娃被关在家门口那天，你在哪里？我不在家啊，我也不知道家里没人。那天下午3点，村东头小卖部的陈婶看见你穿了一身新买的红花裙子回了家，然后1个下午都没出来。二娃是下午4点多被发现倒在家门口的。还有前年，大娃从山坡上滚下来摔死那天，你说你去镇上赶集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赶集的人多了，他们都能给我作证。是有人看见你在镇上赶集，但也有人看见那天下午你跟赵老四在茶棚里坐了整整1个下午，还有说有笑。大娃出事是中午，你接到信从镇上跑回来，已经是傍晚了。我想起来了，那天我碰见你，问你娃咋样，你还哭哭啼啼说都怪自己没看好。原来你不是没看好，是你根本就没看。你胡说！你血口喷人，你有证据吗？那些都是巧合。我是他们的亲妈，我怎么可能？亲妈？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2个孩子的忌日你从不去坟前看一眼？为什么每次到了那天你都会恰好头疼脑热，或者正好要去镇上买东西？为什么这2年只有这2个孩子的忌日你会和赵老四凑巧一起失踪大半天，直到天黑才回来？刘春兰、赵老四，在你们的心里，除了那点可怜的私欲和推卸责任的怨恨，到底还剩些什么？孩子的命，在你们眼里，是不是还不如一场赌局、一次鬼混来的重要？天老爷，虎毒还不食子啊！妈，您腿脚不好，怎么来了？春兰，真是他们说的这样吗？妈，别听他们乱讲。大娃、二娃是我身上掉下的肉，我怎么可能害他们呢？春兰，你看着我的眼睛，告诉妈，大娃出事那天，你是不是真在镇上跟别的男人喝茶？妈，你怎么也跟着外人逼我？我那天是去镇上给你买治腿疼的膏药，跑了3家药铺，你自己摸着良心想想，你腿疼那会儿是不是我用偏方给你敷好的？膏药呢？我用了2个月就好了，剩下的呢？你说收起来了，可我后来翻遍柜子都没找到，扔了，过期了不扔，留着生虫啊！你光记着这些没用的。我嫁到你们赵家当牛做马，给你生了3个孙子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我就想我孙子好好活着。大娃从坡上滚下来，但凡你早回来，不，但凡你那天没去赶那个集，我的大娃就不会浑身冰凉的躺在那里。你现在知道哭了，你早干嘛去了？你儿子没出息，挣不来钱，死了就留下那么点赔偿金，你捂得跟命根子似的。我刚嫁过来时你就瞧不起我，觉得我娘家穷配不上你儿子。你儿子死了，你就觉得那钱该是你的，是你们赵家的。你胡说，那钱是留给我孙子的，是他们的学费，是他们以后的活命钱，留给他们，说的真好听。那你为什么非要我把3娃也接回来自己带？为什么不准我再出去打工？不就是怕我拿着钱跑了，怕我把你赵家最后的根也带走了吗？我怕你再像丢下大娃、二娃那样丢下3娃，我怕我的3娃也没了。我一个老太婆，黄土埋到脖子了，我能有什么坏心？我就是想我孙子在我眼皮底下平平安安长大，我错了吗？
春兰，我让你带好孩子就是错了吗？你没错，都是我错。我错在嫁进你们赵家，错在生了3个讨债鬼。你知道一个人带3个孩子是什么日子吗？啊，这个哭完那个闹，整夜没法睡。我想出去挣点活钱贴补家用，你死活不让，说外人会说闲话，说赵家的媳妇不能抛头露面。可家里就那点死钱，坐吃山空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你看啊，这就是你非要我守着的赵家根，我快被逼疯了。当初我生大娃难产，你舍不得钱去县医院，让我在卫生所硬熬。我生2娃月子没做完，你就催我下地干活。现在你儿子死了，你倒想起来要孙子传宗接代了，要我当贞洁烈妇守着你们赵家了？凭什么？你们赵家给过我什么？你当年是苦，可我后来不是帮你带了吗？大娃2娃小时候不也是我一把屎一把尿？别提他们，别提我的大娃2娃。对，我是没看好他们，我累了，我烦了，我就是想喘口气。可你呢？你除了骂我没用，除了惦记你儿子那点卖命钱，你还管过我们娘几个死活吗？现在出事了，你倒想起来当好奶奶了。你这个毒妇，你还我孙子，你还！你家老三今年才3岁，你就经常把他扔给70岁的许婆婆带，自己跑去县城打牌。上个月孩子发烧3天，你忙着打牌不管，是你婆婆拄着鬼杖一瘸一拐爬上山求药。那天你婆婆跪在雨里磕头，要不是我师父把最后一炉续命丹拿出来给她救了孩子，你不用讲以后，那天你家3娃就没了。张景行，你说的天花乱坠，不就是想显得你们万法祖田慈悲为怀，我们刻薄恶毒吗？我婆婆是老糊涂了，容易被你们骗。你们道士不是讲究因果报应吗？我命苦，嫁了短命鬼，生了讨债鬼，摊上恶婆婆，这就是我的报应，我认了。但我的家事轮不到你来管。我可不愿意管你们家的破烂事，但你们要拆我的万法祖庭。哼，什么这个那个，别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模样。说白了，不就是我们能分钱，你不能分钱吗？趁现在大家伙都在这里，你说个数，多少钱能拆？对，钱的事情好商量。万法祖腾这些年多少也是给村里做了一些贡献的，只要不是太离谱，我们都能答应你。是答应我，还是让我别妨碍你贪污？说什么？你可别胡说！我是公职人员，污蔑我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污蔑！3年前县里拨了50万修路款，钱呢？5年前扶贫项目建小学，地基打了一半就停了，材料呢？去年省里给的贫困补贴，每户500，到村民手里只剩200，这些钱都进了谁的腰包？什么？500？我家补贴就只有200啊！村长，你不是说上面只给了这么多吗？那30米路竟然花了50万修路款，修什么路要花这么多钱？我操，还有高手，真是惊天大反转！原来这些村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赌狗活该，那女的更恶心。村长贪污，这瓜越来越大了。50万修路款，陈春年，你今天必须说清楚！我儿子去年生病，申请贫困户补助，你说指标不够，原来钱都被你吞了。我爹死前还说，村里对不起他，养老金领了3年，每月就80块，上面指标明明是150。安静，都给我安静！我说清楚，好啊，我今天就说清楚。修路款50万，你们以为修路只要钱？设计费、测量费，给镇里县里打点的钱，哪一样不要花？剩下30万刚够买沙子水泥，你们自己去问问，现在建材什么价？那小学呢？地基当时才打了一半。地基？你们知道那块地下面是流沙层吗？打地基的成本翻了3倍，钱花光了，工程队跑了，我去求爷爷告奶奶，谁管？是我自己掏了5万块，才没让那些钢筋水泥烂在地里。每月150没错，可你知道镇里社保所扣多少手续费吗？20。村里代发不要人工吗？10块。交通费呢？5块。到老人手里80，我还倒贴了油钱。是，我陈春年不是圣人，
这些年经手的钱，我昧没昧过良心？我昧过。这是我闺女小慧，10年前，镇上中学要建宿舍楼，每个村摊派捐款，咱村最穷，我为了少交钱，求校长给人当众跪下。后来宿舍楼盖好了，小慧住进去。第2年夏天，楼塌了，8条命啊！我闺女就在里面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告诉自己，该花的钱1分不能省。可钱从哪儿来？上面拨款永远不够。我不从这些地方抠一点，拿什么去镇上县里求人？拿什么给村里争取项目？景行，你以为就你万法祖坛在守护？你以为就你师傅在牺牲？这30年来，我陈春年为了这个村，头发白了，腰弯了，闺女没了，老伴儿气走了，我贪污，我贪的那点钱全填进这个无底洞。我想了所有办法，现在只有拆万法祖庭这一条活路。无论挡在前面的人是谁，这万法祖庭，我今天都拆定了。这村长也不容易啊，女儿死得这么惨。基层干部太难了，上面拨款不够，下面村民不理解。我大伯也是村干部，真的，有时候就得这么操作，不然什么事都办不成。突然觉得有点过分了，村长都这样了，还逼他。春年啊，小慧那事儿，我们都记得，多好的闺女啊！这些年，你确实为村里操碎了心。每次从上面争取点东西，得像狗一样摇尾巴。镇里领导来检查，一顿饭吃掉800，我敢说个不字吗？那都是村里的血汗钱。今天话说到这份上，陈村长守护这个村子，不也是一种守护吗？说完了。陈村长，你的戏演得可真好，比演员都专业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说修路款50万，打点关系花了20万。那我问你，镇规划办主任是你亲表哥，需要打点吗？测量队队长是你侄子带的施工队，需要设计费吗？你说小学地基下面是流沙层，成本翻了3倍，可我记得当时请来的地质勘探队报告上明确写着地基稳固，适宜建设。那份报告现在应该还在村委档案室里吧？要不要现在去拿出来看看？对，当时勘探队的老王还说了，这地基比县里学校的地基都结实。至于你女儿小慧的死，10年前镇中学宿舍楼倒塌，死了8个孩子。但陈村长，你敢告诉大家，那栋楼的承建商是谁介绍的吗？女儿都死了，你还要利用她博名声，你可真是个好父亲。你别胡说！镇中学宿舍楼承建商法人代表是李宝军。陈村长，你很熟悉吧？这不是村长他弟弟吗？那是他个人行为，我不知情。不知情？
好，那宿舍楼开工前3个月，你弟弟李宝军的公司账户收到过一笔20万的转账。我猜这20万是村里那笔失踪的扶贫专项资金，对吗？一派胡言，都是你胡编乱造的。张景行，你为了保住万法祖庭，竟然费尽心思污蔑我。是不是污蔑？很简单，现在打电话给你弟弟，问问那20万是怎么回事，或者报警，让警察来查。还有你刚才说的，每月从老人养老金里扣钱，是因为镇里扣手续费，村里要人工。陈村长，你大概不知道，3年前县里就下发过文件，严禁任何单位代发养老金时收取手续费，所有养老金必须直达老人账户。你每个月从30个老人手里每人扣70块，1年就是25200，10年下来25万，这笔钱又去了哪里？我想起来了，去年我去镇里社保所问过，办事员说养老金早就是直接打卡了，我还奇怪，我的卡里怎么从来没收到过。我的也是，我一直以为是打到村长那里再发给我们。陈村长，你确实不容易，但你真正不容易的是这些年如何处心积虑地编织这张网，用女儿的死博取同情，用工作的辛苦掩盖贪婪，用为村子好的借口洗全村人的血。如果我没有算错，你在市里已经偷偷买了3套房了吧？你血口喷人，证据呢？张景行，你说这些话是要有证据的，不能因为你师父对我们有恩，你就这样污蔑我这个一村之长，你这是要毁了我们村子的团结。证据，陈村长，如果你是清白的，这么慌乱做什么？直接把真正的账本拿过来，把你弟弟叫过来对质不就行了？这陈春年，我爹临死前还念叨村里对不起他，原来是你这个畜生吞了他的棺材本儿。春年啊春年，小慧那孩子多乖啊，她走的那天你哭晕过去3次，我们大家都以为你是心疼闺女，原来是你自己害死了女儿啊，都得到报应了，你怎么还不知道悔改？真是畜生啊！唉，造孽呀！可惜小慧那孩子了，居然是被自己爹害死的。我说呢，上次我找他批宅几地，非要我送2条好烟，我以为是规矩。陈春年，你他妈对得起我们叫你一声村长吗？陈春年，把我爹的养老钱吐出来，还有我家的补贴，宅几地的烟钱，吐出来！给你们，凭什么？我当这个破村长30年，30年来，上面来检查，哪顿饭不是我陪着笑脸喝到吐血？项目款被截留，哪次不是我像条狗一样去镇上县里求爷爷告奶奶？修路、通电、建信号塔，哪一样是天上掉下来的？没有我陈春年在中间周转，你们现在还点煤油灯走泥巴路呢！张景行，你清高，你了不起，你守着这座破罐就能当圣人。我呢，我守着这一村老小，守这个穷窝，我不弄点钱打点关系，谁他妈搭理我们？所以，你就用女儿的死当招牌，用老人的棺材本当本金。对，我是拿了钱，那又怎样？我为这个村操碎了心，拿点辛苦钱不应该吗？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人，就记得我拿了你们几个钱，怎么不记得是我把化肥运进山？不记得是我请来医生给你们看病？没有我，你们早饿死病死在山沟里了。账本在这儿，你们自己看，哪一笔钱我没记？我是贪了，可我贪来的钱，10成里有7成又填回了这个村子。你们以为靠那点拨款能活到今天？
现在想拆万法祖庭换活路，你们倒一个个装起好人来了。当初签字摁手印的时候，你们哪个没拿钱老板的好处？哪个没盼着分钱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怎么不敢说了？装什么清高？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哈哈哈哈哈！我陈春年倒了，你们以为能干净？狗咬狗一嘴毛，没一个干净的。虽然但是，这村长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。屁的道理，贪污就是贪污，洗不白。这就是人性，阳光照不到，谁都觉得。陈春年，你说你拿钱是为了村子，那你告诉我，3月15，购茅台2箱，3600，送往镇王主任家。5月20，市里碧水蓝天会所消费8000，招待县里局长。这也是为了村子。你用为大家当借口，骗久了，连自己都信了。是万法祖庭挡了你们的活路吗？不，是你们自己堵死了自己心里那条路。各位，静一静，听我说。张道长，你揭露的事情如果属实，确实令人发指。陈村长的行为已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。但是一码归一码，陈村长个人的问题是村务管理的问题，是法律的问题，这和万法祖庭拆迁是2件事。钱老板想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不能因为一个村长可能犯了错，就否定整个村子发展的机会，就否定这几百口人想过上好日子的愿望。陈村长有问题可以查，该抓该判，法律说了算。可合同是村集体签的，手续是合法的。万法祖庭这块地已经是公司合法财产，公司的开发计划是造福全村，甚至是带动整个地区的。乡亲们，我钱长根在这里再次承诺，陈村长个人的问题绝不影响到我给村里的承诺，路照修，学校照盖，工作照安排。而且我以公司名义保证，一定会敦促有关部门彻查村里的账目，该退还给大家的1分都不会少。钱老板，你说的是真的？陈春年贪的钱真能追回来？当然，法律不会放过一个坏人，也不会让村民的利益受损。我钱长根做生意，讲的就是信誉。今天当着这么多媒体朋友和直播间朋友的面，我钱老板大气，公私分明。对呀，不能因为一个贪污罪耽误全村发展。钱老板这才叫格局，先解决问题，再追究责任。钱老板救我！我承认我鬼迷心窍，我退赃，我把贪的钱都退出来，只求您跟上面说说情，看在我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，饶我一次。拆迁，我全力支持拆迁，万法祖堂必须拆，这是为了村子好。村长放心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都是为了村子。所以，绕了这么大一圈，吵了这么久，揭穿了这么多丑恶，最终你们在乎的还是钱，还是那所谓的好日子？景恒，我们知道对不住你，对不住老天师，可人总要向前看啊。钱老板答应追回赃款，还给我们修路盖学校，这是实打实的好处。就是，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，还提他干嘛？陈春年犯了法，让他去坐牢，但万法祖庭拆了，对我们村子就是好。我孩子以后能在新学校上学，不比什么都强。无论过去犯过多少错事，现在我们想改过自新，做个好人。你不能把我们这唯一的机会
给掐灭了。没错，人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，我们现在回头了，你一直揪着我们过去不放，有什么意义？说来说去，你就是不想拆，可没有那么容易。可这块地不是你的，是我们村集体的，我们说拆就可以拆。你们还真是死不悔改，吸完自己家里人的血，又想要吸万法祖庭的血，从不向内求，只想着不劳而获，哪怕有一座金山，也要被你们败光。我师父，还有历代祖师，他们向后看，看的是百年承诺，看的是苍生苦难；你们向前看，看的却是拆迁款，是新房子，是钱老板画的大饼。你们拆的不仅仅是一座道观，几间破房子，你们拆的是100年来我万法祖庭无数人为之流血牺牲的道义，是人心里最后一点敬畏和感恩。张道长，情怀不能当饭吃，你守着你师父的道，我尊重，但我也要为我公司的合法利益，为这几百户村民的生计负责。程序合法，民意支持，不管你怎么说大道理，今天这万法祖庭也是非拆不可了。准备施工。臭道士，又是他！该死的！等出去后，我要把这臭道士生吃活剥。陈村长，别让他耽误大家的正事儿了。老四，快把张道长请到一边去，别让他累着。道长，对不住了，您还是让让吧。赵老四，你敢！黄有德，王老五，你们的良心也被狗吃了吗？去年山洪是谁拼死把你们家老人从屋里背出来？是万法祖庭。前年你们家田里闹邪，庄稼死绝，是谁不眠不休做了3天法事，才保住你们一家性命？是我师父。现在你们要帮着外人拆了救命恩人的家，绝了忽悠你们祖辈的根，你们就不怕天打雷劈，不怕子孙后代遭报应吗？来啊，谁还想上来，都来试试，看看是你们的力气大，还是你们欠万法祖庭，欠我师父的良心债重。今天除非从我身上撵过去，否则谁也别想动这祖师殿一块砖。我付你们3倍工资加全险，给我挖，一切后果公司承担。这是你们非要逼我？这是那东西？古董、道具、故弄玄虚。张道长，现在拿出什么古董文书也改变不了既定事实，法律和合同不认这些。我去，那是万法祖庭的血气之力，还有守护者的气息，又有人来帮他了。可恶，血气之力对封印有很大帮助，对我们破开封印很不利。我操，这什么玩意儿？看着好吓人。全是血指印，真的假的？拍电影呢？故弄玄虚，肯定是猪血狗血画的。楼上别嘴硬，你看那些村民的脸色。如果没有认错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万名血气。什么邪门玩意儿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东西这么厉害吗？查一下，这是什么？有什么说法？万法祖庭历世100年，救过多少人？我不记得，但我师父说过，每一个受恩之人，若自愿，便在此器上留名摁印，受万法祖庭恩者，他日若有召，必赴汤蹈火以报此恩。违者，
天厌之，人共弃。我以为是什么法宝呢，原来就是一张破纸。现在新社会讲究的可是法律合同，你这封建糟粕，这不是破纸，此为万民血契，代表着誓言，是你们祖辈父辈在我师父师祖面前亲口许下的。陈村长，这个你应该很熟悉吧？看我干什么？封建迷信，这破玩意儿还能绑住我不成？陈春年，42年前龙虎山地洞，你家的房子塌了半边，你爹被埋在下面，是我师公带着3个弟子，徒手挖了6个时辰，食指鲜血淋漓，把你爹从阎王手里抢了回来。你爹当时只剩一口气，指着跪在地上磕头的你，对我师公说：“道长大恩，我李家永世不忘，子子孙孙必报此恩。”那年你13岁，是你亲自在这卷轴上替你爹，也替你自己按下了指印。陈年旧事，提他何意？陈村长父亲或许感恩，但时代不同了，难道要负债子承一辈子？说得对，这都是老辈子欠下的债，我不认。说得好，不认就对了。现在是讲法律的社会，誓言有什么用？这话没毛病，誓言是这个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。誓言有用的话，按照我百日誓师那个劲儿，我早就上清华北大了。没用，好，今天就让你们看看它到底有没有用。万法祖庭第36代弟子张景行，仅与山门倾覆之威，苍生蒙昧之劫，仅以天师之名，洗万民血气，换应世之人。不好，他在叫救兵！这什么邪法？这东西真能召唤来人？陈大山，后山守墓的那个怪老头。万法祖庭守墓人陈大山前来应试，愿为万法祖庭赴汤蹈火，肝脑涂地。谁想动万法祖庭一砖一瓦？先问过我老陈手里这柄守了30年坟山的铁铲。张道长，这就是万民血气召唤来的应试之人，一位守墓的老先生，真是令人印象深刻。切，还以为能召来天兵天将呢，就一个看坟的，就这雷声大雨点小啊！一个老头一把铲子，这能挡住挖掘机？剧本吧，太刻意了。不过老头演技不错，血气的光芒依旧在流转，召唤并未停止，更多的人应该还在路上。陈伯，请起。万法祖庭成情了。何人唤我？是这里，一到这里胸口就不疼了。我也感觉到了，像是有根线在扯着魂魄。王总，你也……王富贵，富贵地产的王总，他怎么会？我操，这谁？开迈巴赫上来的？看着面熟，是不是本地新闻里那个房地产大佬？剧本越来越离谱了，连老板都请来了。不像演的，你看他额头那汗，衬衫都湿透了。张天师，是您在召我？王富贵，20年前身染怪疾，群医束手，是我师父以3昧真火炼药，749日为你续命。确实，20年前我这条命
是老天师给的。我是刘潇，当年我曾祖父全家被困火场，是万法祖庭上任天师，以身引雷，劈开生路，这份恩情我刘家一直记着。张道长，既然血气召唤我们来了。万法祖庭有何难处，我们一定尽力。不是尽力，是一定帮万法祖庭摆平。哎呀，王总，真是贵客，什么风把您吹到这山旮旯来了？我是长宁集团的钱长根，去年市里招商会，我们还在主桌碰过杯呢。钱董，你在这儿做什么？王总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准备把这里拆了，开发成风景区，为百姓谋福利。你看这龙虎山风景多好，可山下的村民却穷得叮当响。你忍心看这些孩子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跋山涉水几个小时去镇上求学吗？你忍心看他们的父母为了生计背井离乡，让孩子变成留守儿童，让老人变成空巢老人吗？只要把这里开发起来，大家就都有钱有收入，就不用再出去打工，一家人团团圆圆，这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啊！等等，你说你要把哪里拆了？等等，钱董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要把哪里拆了？万法祖庭？你要拆万法祖庭？王总，你别激动，我是为了当地发展。为了发展？钱长根，你当我王富贵是3岁小孩吗？这龙虎山万法祖庭是什么地方？是千年道统，是救命之恩。我看你分明是看上了这龙虎山的地气，想借拆灌破局，毁掉这万民血气，断了万法祖庭的千年根基。你那点龌龊心思，瞒得过这些朴实的乡亲，还瞒得过我王富贵，瞒得过这山上的神明祖师。你这不是开发，你这是绝根，是造孽。王总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我为村民谋福利，天地可见。倒是你被这所谓的血气召唤，立刻就跑了过来，是不是这契约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控制手段，让你身不由己啊？怪不得大老板怎么会无缘无故跑这山沟里来，还这么激动，原来是身不由己。这东西果然邪门，和奴隶契约一样，连王总这样的人物都挣脱不了。就是，这种东西就是奴役人的，要不是被这东西挟制，谁愿意大老远跑来？还应试，笑死人了！说得对，什么血气就是封建糟粕，逼人报恩算什么正道？你们说这是奴气，是挟制？张道长，这不是我个人说的，是民意大势所趋。你手里那卷东西或许在旧时代有点用，但现在它和一张废纸和强行捆住他人的锁链有什么区别？好，如果应试之人不愿履行誓言，可自行抹去印记，只要上前来，以此纸触耳之名之印，心中默念断字，印记自消。自此与万法祖庭恩断义绝，前缘因果一笔勾销，再无相欠，亦无相干，天地为证，祖师共鉴。我陈大山生是万法祖庭的人，死是万法祖庭的鬼，这印记谁想抹，先从我尸体上踏过去。装神弄鬼，故弄玄虚。王总，刘律师，别被这种江湖把戏唬住。钱董，小天师，这何必呢？何至于此啊？都是为了乡亲们好，为了更好的未来。有话好好说，什么事儿不能坐下来谈呢？总能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。我愿意做这个中间人，大家各退一步，海阔天空嘛。王总说的是，张道长、钱董，当前局面需要的是理性和建设性的沟通，而非将矛盾激化到不可挽回的地步。我们因事而来，是抱着解决问题的诚意。或许我们可以暂时搁置争议，探讨一个既能保护万法祖庭传承，又能促进地方发展的综合性方案。有了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这万法祖庭，我们换个地方重建，我出钱选最好的风水宝地，盖得比现在更大、更气派，保证香火旺盛。至于这里的开发收益，我们可以单独设一份基金，专门用于万法祖庭的传承和您的修行，如何？这绝对是双赢。王老板大气啊！换个地方重建，你们以为历代天师守在这里，守的是这几间瓦房，这一片山林吗？万法祖庭之下，震封着100年前几乎倾覆世间的万鬼。我师父、我师祖历代先辈
他们枯守此地，以自身修为、精血乃至性命为代价加固封印，防的不是山精野怪，是足以让生灵涂炭、人间化为鬼域的大劫。好像是有这个传说，我爸说过，老一辈都传说山下压着妖物，被万法祖庭镇着。可是都100年了，要出事早出事了，说不定根本就是骗人的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讲这些封建？我看小安就是不想拆，急眼了，开始用神神鬼鬼吓唬人了。真要有鬼，咱们祖祖辈辈住这儿，咋没见着？啥玩意儿？万鬼还在地底下？道长，你这编故事也得讲点基本法吧？就是吓唬谁呢？这都新世纪了，建国后动物都不许成精，哪儿来的万鬼？急了急了，他急了，道理讲不过，开始讲聊斋了。举报了举报了，宣扬封建迷信。大家都听到了，为了不拆迁，连妖魔鬼怪都编出来了。张道长，我们要相信科学，你这套说辞拿去骗骗3岁小孩还行。王总，刘律师，看到了吧？科学道理讲不通，法律合同挡不住，就开始诉诸怪力乱神、危言耸听，这种套路我们搞开发的时候见得多了。天师，这话可就有点过了，咱们还是得讲科学，讲证据。您还有什么诉求，尽管说，我们保证完成。黄爷爷，您刚才说您父亲提过，那他有没有告诉过您，70年前万法祖庭后侧为何突然塌陷出那道深不见底的无回渊？又为何自那以后，村里立下规矩，让孩童不得于子时后靠近后山乱葬岗？李奶奶，您家传的驱邪香为何独要用后山阴面生长的还魂草？赵三叔，您太公那辈是不是每隔1甲子就要秘密协助万法祖庭进行一次巡山祭碑？那都是老黄历了，就算以前有点啥，这都过去多少年了？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真有鬼也早给震没了。钱老板的机器不比什么符咒管用。这位兄弟说的对，时代不同了，以前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不代表现在解决不了。就算真有什么地质隐患、历史遗留问题，我们长宁集团也有最专业的地质勘探团队和工程解决方案，绝不是一句有鬼就能搪塞，就能阻碍发展的。就是俺们开挖掘机这么多年，啥坟头没见过，推平了不都老老实实的？真有鬼，让他出来跟俺们的钢铁挖斗碰碰。都说是传说了，吓唬小孩的传说。那我师祖42岁七窍流血而死是传说，我师父51岁油尽灯枯，临终前全身经脉寸断也是传说。天师历73年，封印松动，师风亲自镇守3月，呕血7胜。天师历89年，地脉异动，师兄以身为引，魂飞魄散。天师历97年，邪气外泄，弟子17人合力镇压，皆损寿20年。这本镇鬼录记的是万法祖庭100年来每一代弟子的死法，不是病死，不是老死，是为了加固你们口中那个传说，活活耗死的。各位乡亲，各位直播间的朋友，都看到了吧？道理讲不过，法律搬不动。现在开始拿死人说事，拿一本不知道哪里来的破书装神弄鬼了，这叫什么？这叫黔驴技穷。张道长，我尊重逝者，但时代变了。你师父、你师祖或许有自己的坚持，但他们的坚持不能成为阻碍几百口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枷锁。你说下面镇着万鬼，证据呢？科学报告呢？地质灾害评估呢？什么都没有，空口白牙就想让我们放弃改变命运的机会？对，钱老板说的对，我们不信这些，我们就要拆，就要过好日子。拆，别听他吓唬人。张天师，您的心情我们能理解，但凡事要讲证据，尤其是这种比较玄乎的说法。钱董的开发方案是经过科学论证、合法合规的。您看，要不咱们再商量个补偿方案？张道长，如果您坚持地下有特殊隐患，需要权威机构的鉴定报告，
否则仅凭口述和一本私人记录，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效力，也无法阻止施工。我守了30年山坟，见过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后山乱葬岗，子时过后，狗不叫，鸟不飞。无回渊边上的土是黑的、腥的，种啥死啥。这些村里老人哪个不知道？只是这些年，大家忘了，或者假装忘了。拿开你的臭脚！才过去100年，你们就什么都不记得了？是你们被贪婪蒙蔽了双眼，还是你们的本性就如此？我不管你们是忘恩负义也好，还是其他什么原因，想拆万法祖庭，就是不行！既然你们拆到底，那我也拦到底！又在装神弄鬼，还不快给我停下！天师，血气全开，因果太重，您承受不起，让老朽来替您了断这因果。陈伯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知道，我当然知道。我等这一天，已经等了几10年。什么？我应该说什么？说老天师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所以我该帮你；说血气有兆，所以我该站在这里，用这把铁锹，跟这些机器，跟这些人拼命。小天师，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愿意站在这里吗？不是因为什么狗屁恩情，是因为恨，因为我恨你们万法祖庭，恨老天师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这可怎么办啊？太不可思议了！恨！哈哈哈哈！没错，是恨。30年前你们救了我，可为什么你们不早点来？为什么你们救我的时候不顺便去救救我的秀英，救救我那才5岁的娃？你们不是能掐会算吗？你们为什么算不到30年前的那个晚上？算不到车会翻，算不到我的秀英和狗娃会死。你们能救我，为什么不救救他们？那晚老天师听见动静，把我从鬼门关救了回来，但我醒了，他第一句话是节哀。节哀？哈哈哈！我怎么节哀？我的老婆孩子就躺在外面的草席上，身子都硬了，而我这个该死的开快车的混蛋却活了下来。你师父给了我2条路，一条给我一笔钱，让我远走他乡，重新开始；另一条留在万法祖庭后山，做个守墓人，清静度日，也算赎罪。我选了第2条，因为我没脸拿着钱去开始新生活，更没脸去见秀英娘家人，我只能躲起来，守着满山的孤坟，每天看着别人的墓碑，想着我连给秀英和狗娃一块像样的碑都做不到。按下这血气指印的时候，我是真心的。我想着，老天师救我一命，我这条烂命以后就是万法祖庭的，我欠的债就用下半辈子守着这满山坟来还。可这30年太长了，长到每个夜晚我都梦见翻车那一刻，梦见秀英最后看我的眼神，梦见狗娃喊爸爸我怕。我守着别人的魂，自己的魂却早就跟着他们一起死在那个晚上了。后来我才明白，这不是恩，这是债，是压了我30年，让我喘不过气，让我活着比死了还难受的债。我每一天都在想，为什么老天师要救我？为什么不让我当时就跟他们一起走了？
为什么偏偏是我这个该死的人活了下来，要我守着这无边的悔恨过一辈子？所以我今天来，不是来帮你的，我是来看的，看你们万法祖田最后是怎么没的，看老天师守了一辈子的地方是怎么被推平的。你们守了天下苍生，苍生却要拆你们的家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多痛快，多公平啊！所以你守了30年墓，守的不是万法祖庭的恩，是自己的怨。是我不该怨吗？我人傻了，这老头是被救的人，也是最恨万法祖庭的人。救命之恩变成血海深仇，这什么地狱级剧？太真实了。有时候救人未必是恩，也可能是对方扛不起的债。唉，现实版农夫与蛇。王总、刘律师，二位也看到了，有些旧时代的执念，该放下就得放下。时代在变，人心也在变，强求不来的。张道长，血气已毁，你最后的依仗也没了，何必再执着？你看，连受过天师府大恩的人，都不愿再被这恩情束缚。你守着空壳，还有什么意义？不如我们谈谈补偿，给你，也给万法祖庭的传承留个体面。这个小天师啊，恩情呢，我个人是铭记在心的，但一码归一码，钱董这个开发项目是经过正规审批，合法合规，而且确实是利国利民、造福乡里的大好事儿。我们生意人讲究的是在规则里做事，为大家创造价值。你看，路修通了，学校建起来了，年轻人不用背井离乡，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功德嘛。你师父在天有灵，看到百姓安居乐业，想必也会欣慰的。从法律层面讲，血气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，它不能对抗合法有效的土地出让合同和拆迁许可。张道长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但继续对抗只会让你自己陷入更不利的境地，比如妨碍生产经营罪。我建议你接受现实，和钱董好好谈谈补偿条件，这才是对你、对万法祖庭传承最负责任的做法。就是，装什么清高？接我们的短，让你痛快了？现在报应来了吧？连帮你的人都没有。我闺女的事儿，轮得到你一个外人指手画脚？呸！可不是嘛，整天把道义、良心挂嘴上，你那么有良心，怎么不把万法祖庭卖了，把钱分给我们？假慈悲，活该你众叛亲离！好一个规则，好一个功德，好一个放下执念。血气碎了，就这么碎了。终于碎了，我已经感应到约束我们的力量正在消散。100年，等了100年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封印还在，但核心已破。10年，最多不过10年，我们就能耗光它的余力，冲破这牢笼。10年，冲破牢笼。张道长，戏差不多了吧？你的万民血气也破了，你的应试之人也反了，还有什么招数，一并使出来吧，别耽误大家的时间。好得很，钱老板，你赢了。用钱，用好日子，用这群被你们驯化的民意，赢了这100年的道义，赢了人心最后一点敬畏。但你们别忘记了，人活在这个世界，第一生存法则只是活着，不是钱，不是其他。今天你们要拆的，不只是几间破瓦房，还是压在这山下100年的封印，是锁住万贵的最后一道门。他在说拆封印，那群蝼蚁不会又不拆了吧？太
太好了！地面上那些蝼蚁根本不相信那臭道士说的话，撕了血气，还要主动帮我们拆掉镇物。还有高手，快拆，别停！快呀，砸烂那房子，我们等不及要出来谢谢你们了。中二病晚期鉴定完毕。封印，万鬼，这剧本我熟。接下来是不是要天地异变，灵气复苏了？万鬼来呗，毁灭吧，赶紧的，累了。又来了，吓唬谁呢？钱老板，别听他废话了，把他弄走，立刻施工。没错，拆，快拆！拆了这破房子，我们就能出去。小道士，这次看你怎么拦！滚开！滚开！谁敢碰我？你们今日决此一砖，来日必遭100倍反噬。到时候别跪下来求我！求你，你也配？拍够了吗？报警！帮我报警！这都是真的。封印一破，下面的东西都会出来，所有人都得完蛋。素材够了，冲突暴力疯癫道士，标题我都想好了，传统玄学与现代开发的碰撞，一场闹剧背后的利益纠葛。好，等会儿回去写稿。这波流量稳了，一会儿分开发，先发道士发疯，再发拆迁现场，最后合集。求求你们，别拍了，打电话，快打电话报警啊！那下面真的不能挖开，我不是疯子，我发誓，求你们信我一次，就一次。宝宝们快看，道长入戏太深了，这演技秒杀小鲜肉啊！礼物刷起来，刷到10个火箭，我就去帮他报警哦。你报警，说你扰乱公共秩序。报警？报什么警？说有人非法拆除危房吗？关我屁事！我就一看热闹的，赏你一发火箭，演得再卖力点。我要看挖掘机一掌拍碎大殿。求他们不如求我。张道长，时代变了，你那一套没人信了。你一定会后悔的。装神弄魔，吓唬谁呢？赶紧滚蛋，别耽误钱老板办正事儿。就是，穷疯了吧？想讹钱？钱老板心善，给你台阶就赶紧下。别挣扎了，没用的。忘恩负义之辈，你也配和我说话？我配不配和你说话？这地方都该毁了。你们放开我！你们在把世界推向毁灭！停下！给我停下！又是他，这个该死的道士，每次都是他拦着。让他喊，让他叫，看这次还有谁能听他的！砸碎这破殿！我快等不及了。快开了，准备冲出去！自由、血食、复仇，毁了这一切！完了，钱长根、赵老四，还有你们这些忘恩负义、狼心狗肺的东西，等下面的东西出来，你们全都要陪葬！拉远点儿，拉远点儿，别在这儿碍手碍脚。哇靠，真拆了，刺激！这道士这绝望的小眼神。话说，他一直在说下面有东西，不会真的有什么吧？楼上傻了吧？建国后不许成精，都是套路，为了热度呗。我已经闻到香味儿了。可算是开始动工了，真是浪费我宝贵时间。太好了，我们家马上就能盖新房了，我儿子也能娶上媳妇儿了。我正想买个车开开，
城里人都有车，咱乡下也试试。哈哈哈哈！没想到这万法祖庭在倒闭前还能给我们送上一波富贵，感谢老天爷！老板，墙都扒干净了，就剩中间这几个石像了，怎么处理？杵在那儿碍事，一并推了，清理干净。下午还要勘测地基。不要碰他们！那不是普通的石头，那是我师父，是我师祖，是我的师兄们啊！张道长，你又在胡言乱语说些什么？当年封印松动，是他们以自身血肉魂魄为引，辅以秘法，化作金身石像，坐镇阵眼，才勉强将下面的东西封住。这每一尊雕像下面压着的都是他们的魂啊！你们推的不是石头，是他们的舍身碑，是守着你们这么多年的坟啊！哼，金身守着我们的坟，大伙儿都听见了吧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搁这儿编神话故事呢？疯得不轻！哎呦我的妈呀！道士小哥，你这编故事的本事比唱戏的还强，还师傅师祖的魂在石头里，你咋不说他们是孙悟空被佛祖压在山下了呢？就是，我说怎么这道观以前神神叨叨不让咱靠近，合着是怕我们发现他们这金身是泥巴糊的吧？晕了还来这一出，晦气！赶紧弄完拿钱才是正经。老板，这看什么看？等着开饭啊！几个破石头像，留着能当饭吃还是能换钱？砸了，赶紧的！下午设备就要进场勘测，谁耽误了进度，工钱别想要了。住手！求求你们住手！不能砸，真的不能砸呀！你们不信我，至少别碰他们。我给你们磕头，我给钱，我把道观所有东西都给你们，别碰我师傅他们。哟，还磕上头了，演的可真像那么回事儿。工友们，快点吧，跟个疯子耗什么时间？砸完了咱们好量地分钱。砸，赶紧砸了干净。漂亮，就是这样，砸碎那些石头，快砸碎它们！这该死的封印已经松动了。等会儿准备冲出去，我要闻到更多活人的气味。这人间，这片血石之地，是我们的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看看，张天师都快被吓晕了。住手！那是我锦旗师兄！不要！景性，心要静，妆要稳。我辈修行，根基不牢，何以擎天？师兄，腿没知觉了。再加一炷香，撑不住，明日早课加倍。那我撑住了，有没有什么奖励？放心吧，下次下山回来就给你带好吃的。那我会努力撑住的。大师兄，我要撑不住了。不要动我二师兄！小景行，看好了，这叫春风一度，咱们万法祖庭最没用的耍帅法术，想学不？师兄教你啊。景明，又带坏你师弟。想学，二师兄最好了。景明师兄，
停下！求你们停下啊！各位师兄，是我没用，是我守不住，是我对不起你们。待所有石像一破，便随我一起冲出去，血洗人间！血洗！加快速度，尽快铲平万法祖庭！不要碰我师父！你们这些畜生，王八蛋！放开我！有本事冲我来！冲我来啊！嘿，急眼了！看来这老道士的像最要紧，那更得砸！给我砸！砸个稀巴烂！什么情况？刚才还晴空万里的，怎么打雷了？靠！1秒变天，这也太邪乎了！不会真有古怪吧？少见多怪，估计是台风边缘扫到咱们这儿了，都稳住！继续，不要慌，铲平雕像后，每人加1000块钱，准备干活。不动了，我的机器怎么不动了？我的也是，全熄火了！见鬼了，不会真碰上那东西了吧？什么情况？设备同时故障？钱董别慌，只是机器不能用而已。您看，现在就剩下这一个雕像了，我们用锤子也能把它敲碎。对，钱董，我们这么多人呢，1人1斧头也能够把这雕像砸了。快，抄家伙！住手！你们都给我住手！这雕像是我师父作画所画。它不是普通的石头，它是最后一道封印。你们今天要是毁了它，地下镇着的万千邪祟立刻就会破风而出。到时候别说钱，这村子，这里所有人一个都活不了。你们听清楚了吗？一个都活不了。呵呵，疯子，真是执迷不悟，又在妖言惑众。什么邪祟封印？我看就是你不想拆庙搞的鬼。陈春年、赵老四，还等什么？呸！差点被这疯子唬住。大家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他就是舍不得这破庙，想断咱们财路。对，别信他的鬼话，抄家伙，砸了这破石头，拿钱。那就辛苦诸位了，只要雕像一倒，我就立刻将钱打过来。砸，用力砸，再快点儿，门就要开了，新鲜的血石就在上面。快，主播快过去，我倒要看看他等会儿怎么打脸的。别急别急，等拆完了再打脸也不迟。对，我都迫不及待想看雕像被拆掉，要是没什么反应，这道士该用什么谎话来圆？这雨怎么这么冷？师傅，徒儿不孝，徒儿守不住你了。景行不怕，师傅在，病魔小鬼速速退散，快快好起来。师傅给你做最爱吃的糖蒸酥酪。师傅，别走。师傅不走，师傅一直守着景行。师傅，别走！你怎么了？别耍花样！哎呦，咋回事？麻筋了！干什么呢？赶紧把他按住！师父，各位先祖，你们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们耗尽夜深心血守护的这人间，
这样的人间，有必要守吗？他晕了，肯定是又在想什么花招。你们快看天上那是什么？这我不是在做梦吧？靠！刚才那个道士不会说的都是真的吧？这不会是龟吧？放屁！少危言耸听！就是，那小道士就是骗子，他的话你能信？大家不要惊慌，都是正常的，这些都是障眼法，只要拆了这里，什么妖魔鬼怪都绝对不可。天哪，这他妈真有鬼！我操，别搞，这不都是那个道士骗人的吗？怎么是真的？这还是现代吗？鬼啊！啊！死人了！跑！快跑！原来如此，破而后立，绝处逢生。多谢各位师祖，让我成了100年来唯一踏入先天境的修士。大家别怕，区一只鬼祟，我们这么多人，怕什么？我这里有从金佛寺请来的高僧开光法器，足以镇邪。对，钱老板有法器，我们有救了。都别乱，听钱老板的。等等，你们看，他后面。出来了，我们终于出来了！张云鹤，你荡魔假子，镇压我们近100年，想让我们永世不见天日。可如今呢？你的徒子徒孙呢？你的万法祖庭呢？不过是一群愚昧蝼蚁，几台钢铁四物，便将你毕生功业毁于一旦。这人间，终究还是我们的了。鬼，全是鬼，我们挖出来了。我们把鬼挖出来了！跑，快跑啊！别愣着，会死的，一定会被吃掉的。天师老爷饶命，列位祖师饶命，我们错了，我们不该听信外人拆庙啊，饶了我们吧！妈，别磕了，没用了。你看他们看过来了。不可能是真的。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多？钱董，你看见了吗？是真的，那小道士说的全是真的，是我们亲手把锁砸了，把门开了，我们把他们全放出来了呀！我操！之前那小道士说的不会都是真的吧？万法祖庭下面真压着万鬼。之前刷相信科学的兄弟呢？出来走2步，这科学怎么解释？那个领头的鬼在说话，他提到祖天师了，历史记载是真的，道门真的在镇邪。现场的人快跑啊！别拍了，快逃命！完了，龙虎山，不是整个地区，是不是都要完了？这么多鬼怎么对付？钱董，你的保镖呢？法器呢？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保护我们，你必须保护我们。对呀，钱董，是你说这是封建迷信，是你说拆了没事儿，我们可都是听你的。对，都是你的责任，不然这些鬼也逃不出来。你可一定要挡住这些鬼。我就一件法器，对面可是上万厉鬼，挡拿什么挡？祖师殿的封印怕是比我这珠子强100倍。鬼王大人，我想我们可以谈一谈。
想必你们也看到了，是我们帮你们拆了万法祖庭，助你们脱困。要是算起来，我们可都是你们的救命恩人。这样，您让我们离开，咱们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您看如何？对，我们是恩人，你们不能害恩人。听见了吗？蝼蚁在跟咱们讲道理，谈恩情。谈？就你们这群蝼蚁也配跟我们谈？百年囚禁，骨使魂销的痛楚，他们拆几块砖便是恩情，可笑，可笑至极！如今这该死的万法祖庭已经没了，世间再无人能够阻拦我们。张云鹤以性命为引，龙虎地脉为锁，镇我族辈一甲子。今日锁断了，至于你们，不过是恰好在锁断时趴在锁眼上的几只虫子。久违的血石滋味，血石如此丰盛，吞了它们，不亦无等百年亏损，然后踏平此山，再入人间。救！不要过来！只能护住我自己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钱董，你，钱董，钱长根，带上我，求求你带我一起！钱长根，你大爷！刚才我们帮你说话，帮你强拆，现在你他妈自己跑了，把我们全扔在这儿等死！钱长根，你敢跑？我直播间几十万人都看着呢，你见死不救，一个人逃命！你敢走，我今天就把你们长宁集团这些年偷工减料、行贿拿地，还有你那个见不得光的私人账本全他妈抖出去！要死大家一起死！姓钱的，你个狼心狗肺的畜生！是你花钱雇我们来的，是你拍胸脯说没事的，现在鬼出来了，你第一个跑！老天爷看着呢，你跑不掉的！这些鬼大哥冤有头债有主，是他，都是他指使的，你们要吃先吃他呀！天哪，没有人救救他们吗？救什么？那不是自作自受吗？那钱长根真是该死啊！那些村民也是该，这下命都要没了。钱长根靠不住了，现在只有他能救我们。对了，那些鬼怕万法祖庭，而他不就是天师？他肯定有办法，他也有责任救我们的。天师，我们错了，救救我们吧！小天师，小祖宗，我给您磕头了，我赵老四不是东西，我该死，可我家还有孩子呀！求您看在他无辜的份上，救我一命吧！我给您当牛做马，小天师救命，我愿意赔罪，我把全部家产都捐给万法祖庭重修大殿，只求您出手，求您了！道长，张道长，您是有真本事的高人，您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救苦救难是修行人的本分啊！我以后天天给您宣传，让全天下都知道您的功德。天师老爷救命啊！我们知错了，都是钱长根逼我们的，我们都是被他骗的呀！您行行好，您法力无边，一定能救我们的。天师在哪儿？在那儿，天师就在那里，就是他，他是万法祖庭的人，是你们最怕的天师传人。你们快走，
不然天师发怒把你们全收了。你们随意杀，不关我的事。天师，我不让你们拆，也告诉了你们后果，是你们联合起来强拆我的万法祖庭，现在惹来祸端，就知道来哭着求我。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？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立令智昏？他们不是知道错了，是知道要死了。现在后悔了，之前干嘛去了？因为前就污蔑恩人，现在还有脸求救？天师，我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猪妖蒙了心，我不是人，钱长庚给的钱我1分都不要了，倾家荡产也给万法祖庭去重修，塑最大的金身，只求您看在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份上发慈悲，救救我！井娃子，你是我看着长大的呀，你就真忍心看着我们这些老骨头被这些鬼东西活活吃了？景行，看在我当年和你师父多年交情的份上，看在我家以前也给府里送过米面的情分上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只要你出手，过后我陈春年这条命就是你的，给你当牛做马，结草衔环，报答你呀！虚张声势，这臭道士我早看不惯了。找死！这臭道士竟真的是天师，且修为不低。雷是雷法，老天师显灵了，小天师出手了，我们有救了，有救了！好，井娃子，好样的！黄爷爷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们，天师神威啊！我就知道您不会不管我们这些乡亲父老的。快，天师，快把这些妖魔鬼怪都灭了！天师法力无边，请天师出血，杀光这些鬼东西！谁告诉你们我要救人了？什么？天师，您说什么？您刚刚不是出手了吗？那只鬼物扑得太近，碍着我眼了，清理一下而已。至于你们，我说了，你们的生死与我无关。井娃子，你刚说啥？黄爷爷耳朵不好，你别吓唬我，你真要看着我们死，看着你黄爷爷死？张天师，别开玩笑了，这种玩笑开不得。您刚才都出手了，您明明有本事，您不能真不管我们呀！天师老爷，求求您了，我家里还有老娘和孩子等着我，我就是个打工的，钱长庚让我拆，我不敢不拆呀！您行好，救救我，我给您立长生牌位，天天拜您。我们是贪钱了，我们是昧良心了，可你就干干净净吗？你早就算到有今天是不是？你早就知道这底下压着东西是不是？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明说？为什么不拿出真本事拦住我们？是不是非要等到现在，等我们死到临头，跪下来求你，你才显出能耐，好显得你高高在上？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大家都看到了吧？都听到了吧？这位天师传人，他有能力，他刚才那一下大家都看到了，可他宁愿看着我们死也不救，这是不是太冷血了？修道之人，慈悲为怀啊！他这算什么？见死不救，与这些鬼物合意，甚至，我怀疑他是不是和这些东西有什么勾结？对，记者说的对，大家想想，张景行，你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早就和这些东西串通好了？就等着我们拆了万法祖庭，放他们出来，你好坐地起价，或者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？好一个龙虎山天师，好一个清修高人！
你是嫌我们给的诚意不够，还是觉得我们死的不够惨，不够让你立威？就是，装什么清高？之前好言好语请你下山你不去，非要守着这破地方，是不是就等着今天好敲我们一笔大的？我看你们这些修道的，心比谁都黑。张景行，你今天要是不出手，我们就算出了意外，也天天惦记着你，惦记着你们万法祖庭，让你永世不得安生。我们过不下去，你也别想安稳。对，出了意外也不放过你。见死不救，你算什么天师？大家都没退路了，拖他下水，跟他拼了，反正都没退路了。骂够了。你们问我为什么不早拦，我没拦过吗？苦口婆心，换来的是你们的联手强拆。你们问我是不是故意立威？万法祖庭镇守此地100年，靠的不是威，是德。德已尽，威何存？你们说我心黑，黑得过为几叠钞票就能忘恩负义的人心吗？至于你们说的出了意外来惦记我，行啊，那你们最好记住，今日是你们自己拆了庇护你们的瓦，断了供养你们的根，亲手把万鬼放出。他日若真心存怨怼，再来我龙虎山地界，我也绝不会留情。因为从你们举起锤子砸向祖师像的那一刻起，尔等祸福皆由自招，早已与我万法祖庭无关。道长，天师，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啊，我们没碰过这里一砖一瓦。我们是被钱长根骗来的，我们也是受害者啊！是啊，我们什么都没做，我们只是来拍摄的，你不能这样见死不救！刚才我恳求你们，哪怕只是拿起手机报个警，阻止这里被拆，你们是怎么做的？你们当热闹看，当乐子拍，你们把这里的崩塌当成流量，把我的恳求当成表演。你们也是帮凶，现在跟我说无辜，凭这个我就不可能救你们。我们错了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只要您救我们，我们出去后一定痛改前非。我捐出全部身家重建万法祖庭，我发动所有粉丝来朝拜供奉，让这里香火鼎盛，比从前更兴旺。我也捐钱，我出工出力，我让我全家以后都来上香，我可以直播宣传，让万法祖庭名扬天下。你们不配！你们今日的善后承诺，不过是另一场交易，用香火钱买你们的命。万法祖庭的尊严、传承的分量，从来不该被如此衡量，更不该与你们的性命等价交换。可是我们真的不好，鬼屋要来了！是了，他们被……天啊，又死人了！道长为什么不出手啊？虽然他们有错，但这也太……看不下去了，都是活生生的人啊！刚才骂得那么狠，现在又可怜他们了，早干嘛去了？可他们真的知道错了，就不能给一次机会吗？那边出不去，从这边一定能出去。钱长根，可算找到你了！上次让你这畜生跑了，这次你还想逃？把我们害成这样，你就想自己溜？没门儿！滚开！你们想死别拉上我，要死一起死！要不是你拆着万法祖庭，哪有这些事儿？是你们逼我的，是你们逼我的！钱长根，你住手！你疯了！是你们逼我的，都得死，反正都得死，不如我先！你看他安静了，他不敢拦我了。
你还要拦我吗？不敢，我不敢。有时候，人心比鬼可怕得多。滚开！都滚开！我有钱，我有很多钱，我都给你们，别过来！都是你的错，要不然我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都死到临头了，钱长根你还要自欺欺人吗？是你把我逼到这一步的，是你见死不救，你比我更该死。无药可救，希望你到了阴曹地府也能这么嘴硬。我不好吃，你们去吃它。他是修行者，他的血更有力量，他一定能让你们更强。我们是恶，不是蠢。你看起来可比他好吃。啊！救命！救我！张景祥，你见死不救，我做鬼也不会。太可怕了！求你们给我个痛快！报应，这就是报应，报应啊！下一个就该我们了。还有这么多。救我！李哥，拉我一把！没用的，都没用的。张景行，你见死不救，冷血无情。今日我们若全死在这里，你道心必损，天理不容，你终生不得寸进，必遭天谴。我的道心，我的道是顺天应人，赏善罚恶。我的道心是明辨是非，不救该死之人。你们今日之祸，非我之因，乃是你们自己种下的恶果，亲手撕开的封印。我曾给过你们选择，拦过劝过，甚至以身为杖，是你们用自己的贪婪、愚昧和侥幸，亲手选择了这条路。现在，张景行，你不得好死！你不得好死！该走自己的路了。结束了，都死了。我不敢看了，虽然他们活该。上百条人命，他就这么看着？再大的错，罪不至全死吧？这也太……紧急插播新闻：龙虎山区域发生特大异常能量爆发，目前信号中断，伤亡不明，请周边市民立刻撤离。重复，这不是演习，请立刻撤离。完了完了，我家就在山脚，那些东西不会冲下来吧？之前看直播还觉得他们活该，现在真怕了。谁能联系上天师？刚才不还在直播吗？快求他出手啊！他还会出手吗？我们都骂过他，他是不是真的不管了？师父师兄们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拆了我们的万法祖庭，他们一个都活不了。职责、苍生，与我何干？这人间早该洗一洗了。万法祖堂会重建的。